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继续讲那天周年庆官方发布了影片之后后半段的一些问答。因为我相信有不少的观众呢，可能是因为他们讲全部都是英文不想要去看或者是已经看到登峰造极跟刘彻之后就不想要去看后面的内容了，所以今天我就做一个比较简短的翻译。来看一下问答环节，他们里面有提到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问题啊，这个玩家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说可以在游戏中删除1960吗？我相信各位看到这个问题之后的表情呢，应该是跟中间这位主持人的样子是一样的不知道要讲什么才能笑。他们的回答是要好好相处，毕竟是玩个游戏而已嘛。右手边的女主持人就讲不要打架，她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另外两个看着她，这个是打仗游戏怎么可能不要打架？我觉得他们内心应该是这样子想，然后他就马上改口，要打架，但是要好好的打架，毕竟还是一个战争游戏，你叫人家不要打架，玩你这个游戏来干嘛？不过这东西呢，我讲真的，就算官方真的是移除掉1960，或者是1960已经灭亡的话，总有一个先锋王国会再崛起的。很简单的道理啦，在960还没有出现之前，还有很多啊，比方说365啊、1034，之前还有 OV 精武门、唐帝国、1002都是很强的先锋王国。在经历过那一些王国之后，960就崛起。所以删除1960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你删除掉1960还会有第二、第三、第四个1960出现的。第二个问题就不太重要了，是问他们为什么要成为社区管理员，有什么感受之类的，那这个问题跟游戏里面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跳过。第三个问题是皇上促使爸爸提升储值量吗？那我这里所谓的皇上呢，就是 Maverick L。如果你跟我一样玩这个游戏很长一段时间的玩家应该都知道，以前爸爸还没有上11之前，是一直在跟这位玩家 Maverick L， 也就是皇上一直在拼战力的。那我印象中 Maverick L 之前的战力是比爸爸更高的，然后到后来爸爸直接开了一场直播，现场冲10亿战力，让爸爸成为第一个拥有10亿战力的玩家。那他们的回答是皇上是已经很久的玩家了，不过感觉像是官方拖那样影响爸爸丢更多的钱下去。不过真相是那位玩家也就是 Maverick L 呢，他是来自亚洲的一位医生，可能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比较忙啊，然后他们有试过去联络这个玩家，但是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就是这个玩家呢跟爸爸是完全相反了，反而爸爸是特别爱讲话，喜欢去找一些事情做，之前还有接受过官方的访谈，还有之前因为水晶科技的问题帮玩家去争取跟官方联络修改水晶科技的问题罢课。但是 Maverick L 他是真的很低调，完全没有看过他出来讲话，他也不像爸爸这样子那么爱出风头。虽然 Maverick L 也是有10亿战力，但是谈论他的玩家其实真的很少。但是这3位都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啦，就是是不是 Maverick L 促使到爸爸提升储值量。我个人认为只是爸爸自己的好胜心问题而已啦，他就是想要我比谁都要更厉害，我想要出风头，我想要成为全服第一个怎样怎样的人那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对于爸爸的性格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吧。不过我老实说，我还是会怀疑 Maverick L 到底是不是官方拖来的，他是真的沉默到像一个假的人。第4个问题，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Fish 他在这里他问这个什么奇怪的问题他问去 KTV 的时候是谁在唱歌，还有谁是醉酒歌手，就是时常唱歌喝醉了，然后下面任命回答讲是你他们这两个在干嘛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重要，所以我直接跳过了。他终于看到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问题了，这位玩家他就问到多久会读玩家反馈，会不会邀请更多的内容创作者，也就是一些 YouTuber 或者是玩家进行每周或每月的通话讨论万国觉醒未来计划。官方的回答是他们的团队会看所有的反馈，不管是讨论区、DC 还是私信的，每周都会阅读每周啊，我还以为是每天呢他们会抽取一些比较实际的反馈进行讨论会议，有哪些内容是可实行的话，就会在未来更新上线。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比方说赠送宝石啊、赠送金头之类的他们就不会去理。关于跟玩家还有创作者讨论，那在之前我有讲过嘛，他们有邀请我去讨论 KVK 匹配的事情，但是他们这里的回答是还在讨论中。可是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国服那边是已经实行了合并战区匹配，那因为国际服跟国服是分开的关系，国服就算已经实行了，跟国际服是没有影响了，所以他们这里并没有说已经是在实行当中。也有可能这一次是真的把国服当作白老鼠来做测试，可能要试了之后看到结果还不错才会用在国际服。还有我上一个影片有提到关于装备的问题，不过他们就没有邀请我过去开会了，所以预计开会的玩家可能是不固定的。
也从玩家那里摄取了不少的提议，还有包括官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啦。不过有提到最困难的部分还是翻译的问题啊，毕竟国际服有不同的语言。不过这个部分不是很重要，我们直接跳下一个问题。后面他们就派了这位 Cheesecake 的总监出来。那根据 Goose 的描述呢，这位 Cheesecake 呢好像是他们的最高总监之类的，应该是他们的总经理或者是老板之类的啦。那他有提到在9月23日的时候会有直播送礼物，包含5万宝石的礼物。那5万宝石我讲真的也有一点少哎呦，乐狗莉莉丝，你们5周年了才5万罢了，哎呦，有没有必要哦？万国觉醒这个游戏这么多玩家，你才派5万宝石的奖品而已，有没有搞错？所以我对他们这个直播已经感到还蛮失望了应该抽也很难抽啊，也有可能出一个 gift code 然后让玩家去输入也说不定，那种就是要拼手速拼运气了。并且他们还有透露在11月的时候会有计划线下见面会，因为我之前有讲过他们在 LA 的时候有举办过，然后玩家都很喜欢他们那一次的线下见面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再举办多一次。不过也有玩家提议在欧洲举办线下见面会，那我发现到万国觉醒他们举办线下见面会呢，在欧美地区好像很少，多数是在亚洲地区啊，像之前有上海、日本、韩国、越南、台湾。在欧美地区的我除了那一次在美国 LA 那边之外啊，我好像没有听到其他的地方了。不过最近我有收到消息，韩国跟台湾呢也是会举办线下见面会，那他们举办这个线下见面会应该也是跟玩家庆祝万国觉醒5周年吧。据我了解，国服那边也是有举办那个颁奖典礼啊，如果哪一些观众有去参加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在影片的最后还有介绍他们工作室养的2只猫咪话题突然跳到这个画风，因为他们在抽问题回答的环节就刚好有个问题问到关于工作室的猫咪。我是真的希望各位，如果你们下次丢问题的话，丢一些有实际用的问题吧，这种很废一下的问题。也可以看到猫咪住的环境，而且他们还有专门做一间猫咪的房间。不过这个工作室应该是在上海那边啊，看到这个机器它上面是写中文的，这台东西应该是保温箱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我没有养过猫，我不清楚那影片的最后做一下我个人的猜测，我觉得最近应该会有一些大更新或者是官方爆料之类的。像前几天我就有讲过，我问过官方客服关于流测技能的问题，他们说之后策划面对面会回答关于新机制的问题，所以我不排除之后的统帅技能都会有一些新机制在，可能官方也会爆料这一点。因为以我目前知道的情报，国服、台服、韩服都有举办线下见面会，一般来说线下见面会都是会有一些爆料出来啦。我也不排除新的装备系统可能是在线下见面会的时候公开出来。至于各位看了这一期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